现在我们旗舰航线就飞完了，我把电断了，然后把相机升上去，然后进行拍照检查。相机的电池我们不用它，用外接电池。我们的快门线。相机现在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。好，现在我们因为重心变，那个载荷的位置变了，然后载荷也变了，所以说我们要重新拍一下重心。低头。充上电。好，飞机现在质检过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相机，然后检查一下，快门的速度啊1/1000。然后今天这个天气的话 ，ISO 400差不多 ，ISO 400，然后 S 档。好，大概把它固定一下。安全杆打开，啊，这是我们过去画航线。好，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飞行计划器，然后把这个航线之前测试航线给它删除了，然后圈一个范围，圈大概一个小一点的范围吧。好，然后生成航线，然后索尼的 A6000。然后20毫米的镜头，啊，这个参数是对的。啊，然后过来的话，我们高度因为这个地方条件有限，所以说我只能飞最多150米高。然后航向角0度。然后这个地方重叠率，航向重叠率，航向重叠率，航向重叠率的话，你至少差不多是要在65%以上吧，就最高处的。然后最高处的航向重叠率的话，至少在50%以上。然后这边扩展延伸200米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个航线距是70的话，所以说我用了胶特航线，因为航线距太窄了。这个飞机的航线距应该也是要156的样子，那我就交叉一根的话，那就是140的话，其实也勉强也可以，这风小的情况下。好，然后我的一个进入角，我习惯这个进入角是在右上角。好，然后拍照间隔时间1.95秒拍一张，
然后拍照的距离35米拍一张。好，这样一过来过后的4，啊，这个航线过来，然后8、9，这12过来这儿，这13，好，然后再过来，啊，可以，完全可以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就添加我的起降航线。起降航线我这里，因为我这个地方条件还是比较优越，到时候我就30米高，然后引导高度最多比垂起高度多个5米，要不然就是跟它高度一致。啊，引导距离待会我们可以拖动，然后这个盘旋爬升，我这个航线最高就是我这个航线作业的航线的话就是150米，所以说就盘旋到150米高就可以了。然后盘旋半径，今天基本上是微风的情况，所以说就100米。风大一点你可以扩展到120盘旋半径，然后返航保持高度，然后正常的话就是你为了确保安全，你可以在返航保持高度可以降一点高，但是你如果确保不了的话，最安全的就是返航保持高度跟它的作业航线高度是一致的。好，然后过来盘旋降高，呢这个地方我条件还是比较好，就65米。如果条件在山区啊，或者是你确定不了那个地方的有高压有什么电线啊什么之类的，你最好是高一点，就是默认的90米高，然后这个降落引导高度的话也就30米。好，我就把反向返航勾上，然后再点添加。好，飞机这样出去，我这个大概差不多有一个150左右就可以足够了。然后到田园这个田园上去盘旋。啊，这个是我引导进入航线的一个点。这个点的话，它跟盘旋高度是一致的，也尽量进入角不要出现小锐角。好，然后这就回来的话，这个是返航保持高度，返航保持高度我就拖到这里，然后这个呢是那个盘旋降高的盘旋点，因为今天是微风啊或者是小风都可以，两个点在一起。如果风比较大，那就是必须要逆风起飞，然后逆风回来，逆风降落。然后这个最后一个点，这个点30米高。你盘旋降高完了，就最后一个。好，现在因为我这个航线讲的比较简单，然后有一个视频是专门讲的一个规划航线的一个视频，所以你们不懂的话可以去看那个视频。然后起始位置，然后切入航线。然后看一下高度曲线，这个是飞机的一个飞行高度很高，这个地面是地面的海拔高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过来的话，切入进去，它这边是会有这个航线的。然后我把轨迹之前飞的轨迹清除掉，检查一下飞机的拍照，看地面检查一下，看能不能拍照。然后1、2、3，好 ，OK。然后另外一个伙伴也，我点了拍照，他也听了有拍照的声音，看了也拍了照。现在呢，我再起始位置一下，然后再重新写入航线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我就自动，然后我现在是全程没有开空的啊，从这边重新充了一个电，然后就解锁。好，到达，加速，空速上去了，这个地方的空速，好。
空速到达过后，然后就会收油门。因为我设的空速是18米每秒，18米每秒还是19米每秒？我看一看，我设的空速是18米每秒。好，正在进行一个盘旋上升。好，现在的话它是盘旋到，基本上盘旋到我们设的预定航高150米高。好，然后现在离开盘旋点，前往4号点，离4号点还有118米。现在的话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作业航线，正在走航线。这个缩放到了18倍。好，飞机基本上在慢慢的往上靠拢，压航线也还是可以的。现在的话，我们作业的航线就飞完了，然后再进行导航保持高度的那个位置去了。导航保持高度完了，然后就去我们的盘旋进高点。进行一个盘旋尖高，盘旋尖高呢，我设的是65米。现在因为这个盘旋尖高的话也不是很远，因为这个下降的速度我是给的比较大的，基本上是3米每秒的3米每秒还是4米每秒的一个下降速率。最大下降是5米每秒，所以说它可能就是出现这种问题，就是飞的一个椭圆。好，现在马上就返航了。
下它的照片数量。照片拍了59张，59张的话减去我们实拍了3张，那就在空中只拍了56张照片。好，现在我把相机关掉，把电源给它断了，把内存卡拔了，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POS 数据是否正常。然后我这再说一下，因为这个盘旋下降的时候飞了一个椭圆。椭圆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是通过这个最大下降速度，因为我是为了让它快速下降，所以说飞了个椭圆。如果你把这个最大下降速度给它改慢一点的话，这个改到3米每秒或者4米每秒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它的盘的话就是降高的话就是比较圆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 POS 数据。内存卡，飞控里面的内存卡插到电脑上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最近飞的一个，扔到桌面上，然后打开我们的这地面站，上面有个 POS 提取，然后导入 DN 文件，然后我附在桌面上了。桌面是第4个，打开。现在我们看一下，这有个统计56张，然后我刚刚说了，就是相机上是59张照片，然后减去我们实拍的3张，在空中只拍了56张，好，就属于正常。我们要用的话就是，POS 点提取，POS 点提取完了，然后就是保存。我先扔到桌面上吧，然后今天这个是，今天这个是070301，好 ，OK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关掉。然后要用的话，我们就是，比如说要回去跑数据的话，就是把它打开，然后第一行不要，这个是照片名字，好，然后这个也不要。刚刚那2个的话，这2个的话是 GPS 的一个数据，好，然后就是精度、纬度、高度，好，我们只要精度、纬度、高度，然后后面是航高，然后这个气压就定高，这个我们也不要。这个是恒滚俯仰加全片，看有的你们内页需要的话可以留着，不需要的话也可以把它删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这前面有个空格，要跑数据的话一定要把它删掉。好 ，OK， 然后的话要用的话我们就保存。好，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检查的一个结果，然后在外面测试检查的一个结果。然后这个飞机，基本上的话就可以拿出去作业。然后你为了就是确保不放心的话就是为了不放心这个飞机，你去拿出去作业的话，你才飞2个架次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再多飞几个架次，然后再试一下，然后多飞一飞，然后熟练，或者是然后多飞几个航线，再检查一下飞机。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了。